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各位还记得在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万国觉醒的工具页吗？那在国际服也是推出了，刚刚官方发布了更新公告。要怎么进入呢？你们就点击这个布告板，然后点击中间这个按钮，就会来到工具页。一开始要稍微等一下，它不会马上登录。它登录了之后，你们就可以开始操作了。这3个项目依然还在开发当中啊，今天是没有办法看到的。但是王国信息那些全部都已经可以看到了。当然大家会比较好奇现在最强的王国是哪一个。如果是从这边的图片来看的话，其实第一名就是2377，是因为他们王国战力是算比较高的，他们的王国总战力总共有300亿，排行第一名。那第二名就是1093 1001都在前面你们可以理解到他们到底是有多肥了。而且你可以看这个6维图啊，很明显的1001的6维图是很差的，它的王国养成。在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王国养成就是你在 KVK 中的活跃度，可以看王国内近期所有战斗活跃玩家的总体养成评价，你可以看到是很糟糕的，是在 B 等级的。当然不是到最糟糕的程度啦，最糟糕是在 D 等级，他们在 B， 以一个先锋王国来讲是已经算不合格了。那他们王国的阵亡算 A 而已，王国的科技只有 B， 就是说不是每个玩家都有去购买水晶科技这个有一点搞笑，我没有想到1001可以在到这么前面的位置。我原本想着说1002应该会比较胖一点但是你们可以看到1001跟1002这2个不分伯仲，2个都是王国战力很高，然后阵亡很少。但是1002的王国科技还有拿 A 哦，就是说还是有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玩家是有购买水晶科技的，是比1001还要好一些的。但是王国养成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可能有些玩家他们有买水晶科技，但是出去战斗的时间可能并不是这么长，只是偶尔打而已啊，所以才会看到为什么王国科技是 A， 然后王国养成是 B 比较特别吧。那2489是排行在这里第8名，那王国的击杀重伤比较少一点证明我们的王国垃圾但是不管是王国的活跃度啊、氪金度啊、战力之类的都算是很不错的，就只有击杀跟重伤会比较少一点点啊，不过还算是表现还 OK 的。至于3060的话，反而是他们王国养成会比较少，就是讲不是每个玩家都有去战斗啦，就偏少一点点。不过其他方面呢都算是比较高等级的，至少是比1001还有1002好看很多这边比较起国服真的差太远了，我看到国服前面的排名呢不会有出现这样子的6维图了国际服太糟糕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1960现在变成怎样了吧，好像还没有看到960的位置。哇，现在960瘦了好多，已经算是减肥成功了吧。我们直接搜索1960，现在1960排行第几名啊？15，哇哦，跌了那么多吗？他们现在总战力剩下200亿啊，哇，如果你是说以这个战力去跟2377打的话是不可能的。不过王国的养成啊、王国战力那些全部都是在 S 等级的，但是他这边记录的话应该是上个赛季的吧，我是说王国养成的部分还有王国科技的部分，可能要等他们正式开始新的 KVK 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王国养成跟王国科技变成怎样了，还有王国的击杀，这些数据都是看近期的看他们王国的活跃度变成怎样了，所以暂时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前1200名的玩家吧，这个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很方便的可以直接看到2377王国他们的总战力有多少。其实他们总战力算起来是有527亿的，真的超级多。那他这边更新的时间是在9月2号，就是昨天更新的。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国服跟国际服的数据做对比，左手边是国际服，右手边是国服。那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第1名的战力呢，其实也没有比起国服的高，国服差不多要多出我们1倍了，但是我们这边的击杀是算比较多的。那其实我看了数据，我发现到16服的击杀数据也算是他们国服算比较高的，但是对比起国际服还是有差异啊，毕竟国服他们开服的时间会比较慢一点啊，所以他们击杀比较少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对比起之前960如果还没有解散的话，其实960的击杀真的是等于16服的2倍了
因为之前960的急杀还没有解散之前就差不多接近快5兆急杀了，所以这边国服的还是要努力的追赶不过现在960解散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急杀战力下降了多少，对比起16服。OK， 那么这个就是目前960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战力、急杀、阵亡全部都下降很多。现在960的急杀数据剩下 2.4 兆，但是尽管960他们是已经解散了，有很多玩家都已经离开了，但是很离谱的地方就是依旧数据还是超越国服的这个是让我比较惊讶的地方吧。因为我在想着说剩下一半960的玩家应该不会到这么夸张吧，击杀方面没有想到还是超越了国服一点点，但是战力方面是肯定比不过国服啦。国服这边真的全部王国的战力都普遍算比较高一点。至于王国成员详情数据，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吧，因为我们这边才刚推出，也不是在 KVK 的关系所以就算你点进去看了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你只能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你看不到阵亡看不到总击杀积分。近期没有打架可能要近期打架之后我们才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些数据，只能看到现在战力多少，然后历史最高战力是多少而已。现在那边国际服就很夸张了，这两个人28亿，这个27亿那就是像我刚刚所讲了，就是国际服跟国服的对比，你们可以看到国际服在前面就有1001、1002这样子的农夫王国，而且是先锋王国，他们的数据是很糟糕的，在前面的排行榜。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国服这边呢，不会一下子就出现这样子数据了。那一开始出现呢就是这个王国，但是你可以看到也有 A 跟 S， 还不至于到 B 等级出现，这里2个 B 都已经出现了这里他们最快出现 B 的时候是在这里吧，这个排行第几名？20名，我们排行第3名就已经有出现一个有 B 的王国了太烂了国际服。那虽然现在国际服跟国服呢没有办法 KVK 战斗了，但是我觉得万国锦标赛之后有可能会变成国际服跟国服的对战有可能这些数据之后可以帮助到大家。但是说实话啦，这个工具页确实是很不错的，很方便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管理层他们需要去做一些资料收集，并且外面那些非官方的数据呢都是要钱的，那当然也正常啦，因为人家做数据嘛，给钱是合理的。只不过如果官方这个是免费的话，我相信大多数玩家都会去玩这个免费的吧，毕竟官方那边都已经收了我们这么多钱，每次买礼包都赚了这么多钱，这个免费给我们用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他这个数据还要我们给钱的话，我觉得官方要被抓来打了而且也说了这个是官方数据所以这边的数据比较起一些非官方的数据可能还来得更准确也说不定。但是当然的，我会更加希望之后还会有一些什么 KVK 的更新像是某一些王国他们现在的表现达到怎么样，因为如果是以官方现在他们推出的内容来讲呢，你还是需要去购买一些非官方的数据，比如说你是很在乎他们每一个玩家在每1分钟每1个小时击杀提升了多少，每个王国的数据提升了多少的话，那你就要去购买非官方的数据来看了。所以官方的数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啦，像它下面这边还有很多没有开放的东西，那其实在非官方的数据里面呢已经有这些功能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更新都有点慢了，而且现在已经是7周年了他们才来更新这个东西，有点太迟了。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数据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